一个人可以善良到什么地步？当家人将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又会发生什么？如果必须在尊严和听话之间做选择，你会怎么选？周日下午的阳光透 C 过落地窗洒进客厅窗台上的栀子花开的正盛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。顾之遥坐在沙发上，刚刚脱下高跟鞋的双脚还在微微发麻，他低头翻着手机上的项目报告，身旁的丈夫林泽浩正在厨房帮母亲杜秋红端菜，桌上是满满一桌热菜，清蒸鲈鱼、红烧狮子头、粉蒸排骨，还有一锅冒着热气的鲍鱼鸡。汤一看就是费了不少功夫。妈，今天这么丰盛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？顾之遥微笑着问，语气带着几分疲惫，但依旧礼貌。杜秋红抿了一口茶，放下杯子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谈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之遥啊，我就不绕弯子了，这件事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每个月给你舅舅25000，就是这么定了一句话，如同雷声炸在屋内。顾之遥手里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茶几上，整个人一时镇住，眼底浮起一层难以置信。妈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，可指尖已经攥紧。我说得很清楚。杜秋红一字一句，脸上的笑意早已收敛。你舅舅现在情况很困难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眼看着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我们家人当然得帮他，这钱只有你拿得出来。林泽浩一直低头默不作声，仿佛那不是他的母亲，也不是他的妻子，正承受着突如其来的压迫。客厅沉默了几秒，只听得钟表滴答滴答作响。顾之遥深吸一口气，语调依旧平稳。25000不是小数目，我一个月工资5万，要还房贷、车贷，生活开销也不小。这个你一个女人挣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这个家？杜秋红截断他的话，眉头紧蹙。我们那个年代，一家人有难是不讲条件的。你嫁进我们林家3年，我们对你哪点不好？现在轮到你进点心，你就推3阻4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顾之遥垂下眼帘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他从不曾在婆家提过一句苦房子首付他出的，车是他买的，3年来林家的大大小小开销大多是他在承担，可这些仿佛从未被真正看见过。妈，我不是不想帮，我只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先了解一下舅的具体情况，比如需要多少，怎么用多久，我好做计划。你还要盘问你舅舅，我们是家人不是外人。杜秋红的语调陡然拔高，你要是连25000都不肯拿，好出来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儿子还年轻，不愁找不到听话的媳妇。顾之遥猛地抬头看着婆婆那张因愤怒而涨红的脸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就在这时，厨房里传来锅盖碰撞的声音，林泽浩终于开口，妈，你别说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吃饭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摆什么谱？要不然就离婚，干脆点空气。仿佛您顾之遥的心骤然一紧，她本能地看向丈夫，渴望他能说一句为她辩护的话，可他只是坐下，夹了一块狮子头送进嘴里，眼神始终没有看她，泪意在眼眶打转，但她咬牙忍住了。她想起多年前父亲去世时对她说的那句话，之遥，我们顾家的人可以不争，但绝不低头。她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再睁眼时目光经沉静如水。妈，如果这是您的决定，那我需要时间考虑。25000不是一个小数字，不是我不孝顺，只是我还有自己的生活。你现在是威胁我了。杜秋红声音发抖，怒极反笑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们林家你能过得多潇洒。顾之遥没有再说什么，他拿起包转身离开，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，留下一片死寂。离开林家那条老旧的街道，天色早已暗沉下来，夜风拂面，他的眼泪终于滑落脸颊，但他并没有停步，他知道自己不可以再退让了。夜已深车，窗外是一片漆黑的城市，剪影街边的路灯在车玻璃上拉出一串串碎裂的金黄。顾之遥手握方向盘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，力气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那句我儿子还年轻，不愁找不到听话的媳妇，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在他最软的心处。他没有回家，而是调转车头开向母亲家所在的老城区。你妈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门一打开，高慧君就看出女儿脸色不对，把她拉进屋里坐下，递上一杯温水，语气虽压抑却带着愠怒。顾之遥强撑着露出一个苦笑，
把饭桌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。高慧君听得眉头越皱越紧，最后忍不住拍了下茶几。他这是仗着你会赚钱，把你当摇钱树了，1个月2万5。他们王家的人怎么不去抢吗？你别激动，之遥轻声劝他，手指却紧紧捏着水杯。我不激动行吗？高慧君压低声音，你才30岁出头，日夜加班做到部门副总人前。是啊，人后都夸你是能干女强人，可在婆家他们当你是个提款机。顾之遥沉默片刻后开口，可林泽浩夹在中间也难做，他舅舅确实出了问题，他难做。高慧君一把站起身来，那你呢？你就不难做，他们一家子合起伙来逼你拿出血汗钱填他们家的窟窿，你还为他们着想。只要低头，眼睫颤动了一下，仿佛在逃避。那句直指心事的话，他一直都是个太懂事的孩子，甚至懂事到忘了保护自己。你还记得你大学那会摔了一跤，膝盖缝了6针疼的一晚上没睡，你爸就在医院守了一夜。那时候他说，不管你以后多坚强，都别让人看不起你，更别让人把你的好当成软弱。只要喉头一紧，眼圈见红，屋里静了几秒，他突然抬头，是妈，我今天碰见了一个人。谁？刘凯，你大学同学那个刘凯。高慧君一愣，他刚调回本市总部，在我们公司隔壁楼。之遥靠着沙发回忆起傍晚在便利店门口的偶遇，那时他刚买完1瓶咖啡，正准备付钱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。顾之遥回头的那一刻，他差点没认出来，刘凯剪了短发，身穿西装，眼里多了几分沉。吻他，主动要请他喝咖啡，说这几年在上海发展，前不久才回来。他们聊了20分钟，从大学时一起熬夜做演示，到他现在在一家数据分析公司做区域主管。他还笑着说，你那时候是班里最不服输的女生，现在果然飞得高。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没什么，但现在静下心来回想，却像是另一种提醒。刘凯那还子我有印象，是个很实在的。高慧君点头，要是能多跟你这种人接触就好了，别老围着林家那些自私的人打转。顾之遥没接话，低头喝了一口水，嘴角扬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。他突然觉得，也许今天的吵架是个开端，不是婚姻的终点，而是他自我觉醒的起点。星号。第二天上午，星号，他请了半天，说假留在母亲家休息。高慧君照例早起去买菜，临走前交代一句，之遥，你不用急着回去，好好想清楚。阳光从窗帘缝隙洒在茶几上，之遥穿着家居服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握着一杯淡茶，思绪缠绕不清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翻看家庭账本，这是他从结婚第1天起就坚持记的习惯，每一笔支出，房贷、车贷、水电、生活费，甚至连买牙膏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。3年来总支出将近140多万，其中绝大多数由他承担。而林泽浩呢，工资每月7000，几乎都交给母亲。他并不在乎那点钱，他在乎的是态度，是公平，是在这个家庭里他究竟算什么。这时手机震动，是林泽浩发来的消息，昨晚我妈说的太过了，我会跟她谈，你在哪儿？是我去接你。他盯着那行字很久，指尖微微一动，却没有回复过了。片刻，电话响起，他接通，是林泽浩。之遥，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2人约在市中心一家咖啡厅，落地窗外是车流如织的街景，空气里是咖啡与焦糖混合的香气。之遥，对不起，昨天我妈说的话太伤人了。林泽浩坐在对面，神情疲惫。耗子，我想知道你的态度。他开门见山。林泽浩垂下眼，舅舅的确有难处，他从小对我很好，现在他这么落魄，我不能不管。所以你觉得应该我每个月拿25000出来帮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你工资高，负担能力强，而且我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刺激。顾之遥轻笑一声，眼中却无笑意。那我呢？我经得起吗？林泽浩张了张嘴，却无言以对。你知道我每天工作多晚？你知道我去年因为压力大流产了吗？你知道我这3年没有一次完整的假期？空气突然沉了。林泽浩神情震惊。你流产成你出差那个月？他轻描淡写的说，却如一把刀，剖开就疤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如何？你连和你妈说句话都难。林泽浩低下头。长久的沉默。顾之遥站起身，我不是不帮你舅舅，但我也不是你家的救命稻草，我需要考虑的从来不只是钱，还有我自己。他转身走出咖啡厅，阳光洒在肩
头那背影虽瘦，却坚定无比。顾之遥从咖啡馆离开后，便没有回母亲家，而是独自走到江边。夜风轻轻掠过发梢，江水泛起涟漪，灯光在水面跳跃。他靠在石栏上，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，心中却是一片沉寂。他不是没有挣扎过，他记得婚礼前夕，林泽浩曾牵着他的手站在他母亲面前，坚定地说：“之遥是我选的，我不会让他受委屈。”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嫁给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，一个有肩膀的伴侣。可3年过去，那份温柔和坚持仿佛被琐碎生活磨去了光芒，剩下的只是一次次的沉默和回避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回到家中，家里一片安静。林泽浩已经出门上班，茶几上摆着他留的字条：早点吃饭，晚点我妈会来找你。顾之遥叹了口气，将字条折好，放进抽屉。上午10点半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果然是杜秋红。今天的她穿了一件灰蓝色长衫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还特地化了淡妆，语气比前几天和缓许多。之遥，我是来跟你说说话的。他手里还提着一袋红枣和一盒自制的枸杞桂圆糕。听耗子说你最近睡不好些，你爱吃补补身子。顾之遥让他进来倒了一杯温水。妈，您今天是来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。杜秋红坐下，语气放缓。那25000是我太心急了，建国的事我也知道不是小数目，确实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。那您是我们再商量商量。他笑了笑，不如就每个月给15000，你挣得多，我和你爸也想办法凑凑早晚是能还上的。顾之遥轻轻抿了口水，没说话。你看啊，建国虽然平时不太靠谱，但毕竟是我唯一的弟弟。我小时候他替我挨打，替我送饭，你说我要眼睁睁看着他被人逼上绝路，我这当姐姐的怎么过得去？妈，我理解您。顾之遥终于开口，声音轻得像羽毛。可问题不是钱，而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？杜秋红神色微变，如果今天是耗子做生意失败，我当然义无反顾地支持他。看着婆婆的眼睛，一字一句。但王舅舅是成年人，他选择冒险也要承担失败的后果。杜秋红眉头皱了起来，语气不再那么和气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建国自作自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他话未说完，手机却在此时震动起来，屏幕上跳出一个熟悉的名字：林泽浩。他按下接听键：耗子之遥，你能过来我妈家一趟吗？我舅舅来了。他愣了几秒，看了看眼前的婆婆杜秋红，低声说：去吧，建国也不是外人，有些话你们面对面说清楚。星号。半小时后，他站在了林家门口。屋里安静的出奇，只有茶杯轻轻碰到木桌的声音。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面容消瘦，眼圈发红，正是舅舅杜远山。之遥啊，我是耗子的舅舅。杜远山挤出一个笑容，语气谦卑：今天这事确实是我来的冒昧了。顾之遥点头，坐到他对面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我也理解你工作辛苦，挣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拼出来的，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求你。他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，我不是不想还，我只是实在没钱了。空气凝滞，顾之遥没有急于开口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他抬起手，掏出一张已经折得发皱的欠条：你放心，我会写清楚的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这次我一定慢慢还。杜舅舅他打断他，语气冷静：我想问一句，您有没有尝试过自己解决，比如变卖库存处理、仓储寻找合伙人？杜远山一震，随即低头试过，但都不成。他点点头：那我能不能看看您的运营账目？我想知道我帮的钱是用在哪一块的。他表情微僵，账在电脑里没打印出来。顾之遥轻轻一笑，似乎不以为意：那等准备好我们再谈吧。等等。杜远山突然激动地站起来：之遥，我不是不想给你看，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骗子。那您就证明不是他。站起身，耗子送我一下吧。林泽浩迟疑片刻，点头起身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门，走进小区花坛边。之遥，我知道你心里有芥蒂。林泽浩低声说，但我舅舅这人嘴不细，行心不坏。耗子，你还记得我们婚礼那天你怎么说的吗？记得他低声答你说，无论以后谁欺负我，你都会护着我。他顿了顿，可这几天我看到的是你母亲多逼人，你舅舅哭穷，而你站在一边不出声。他沉默不语。我不要求你跟你家人翻脸，我只想知道在我们这个家里我算什么。林泽浩张口，却只吐出几个
4. 让我再劝劝他们。顾之遥的眼神渐渐凉了下来，你不用劝我，会自己做决定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在他愣住的目光中，背影一寸寸消失在暮色之中。那一刻，他意识到有些沉默其实已经是答案。第二天清晨，顾之遥像往常一样准时到公司，刚坐到工位上，项目组的刘凯便拿着一份文件走过来。这是你上次要的那份分析报告，我让团队加班赶出来了。他说着把文件夹递过来，又低声补了一句，昨晚你看起来不太好，要不中午一起吃个饭。顾之遥微怔，随即聊点头，好，谢谢你刘凯。他笑了笑，没多说什么，便转身回了座位，而他手指却轻轻摩擦着那份报告封面，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昨晚的对话，让我再劝劝他。他缓缓合上双眼，深吸一口气。午休时间刚过不久，电话又一次响起，是家里的座机号码。接起来是林母杜秋红之遥，妈没别的意思，就想再和你谈谈。语气低柔，与几日前那副咄咄逼人的态度判若两人。我下午还要开会，晚上有个项目要跟进。他下意识想拒绝，就10分钟，妈在你楼下，已经在咖啡厅坐着。顾之遥迟疑了几秒，最终还是挂了电话，带上外套下楼。阳光明媚，咖啡厅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。杜秋红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一杯花茶面前微微冒着热气。他一看到之遥便站了起来，神色里带着几分讨好。快坐，妈点了你爱喝的洋甘菊，谢谢。顾之遥淡淡回应，之遥啊。杜秋红叹了口气，你要怪妈妈认那天太激动了，说话也冲了些。顾之遥没有接话，只是静静听着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这事确实不能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杜秋红的眼神转柔，我跟你爸商量了，建国那边的钱我们凑一部分出来，剩下的你看1个月1万怎么样？不是2.5万，也不是1.5万，就1万，妈发誓不会再多了。妈不是贪你钱，只是你也知道，我闷老了，震不动了。建国是我弟弟，我不能看着他被债主堵门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握住顾之遥的手，轻轻拍了拍。妈从小带着他长大，他要真出什么事，我这一辈子良心不安。之遥静静看着他，目光不动声色。我可以理解您对亲情的坚持。他声音低缓，但妈，我想问一句话，如果今天是我弟弟欠钱，我让我妈去找号子拿钱，您会怎么想？杜秋红怔住了。我知道舅舅是您的亲人，可我呢？我是外人吗？我们结婚3年，我替你们家出房子、装修、生活开销，连家电都是我掏的。他放缓语气，却每一句都像针刺。妈，我不是吝啬，也不是不孝顺，我只是不明白这个家里为什么只有我在付出。杜秋红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语调转柔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是妈考虑的不周全了。可之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一个女人挣这么多钱，也没孩子，又不需要太多开销。他话还没说完，顾之遥的眸子猛然冷。您说什么？杜秋红意识到失言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。妈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年纪也不小了，3年了，肚子还没动静，这钱花着花着，终归也是外人。您把我当外人，那您找我要钱是找外人借吗？他反问杜秋红。一时语塞，咖啡厅里陷入短暂沉寂，窗外车流滚滚喧嚣，似乎被这片安静切断。顾之遥缓缓起身，妈，我有项目要做，先走了。至于钱的事，我还在考虑中。他转身离开，步履坚定，丝毫不留余地。刚走到门口，电话再次震动，是林泽浩发来的消息，舅舅。天说债主又催了，我很为难。之遥，你能不能先帮一次？只这一次。他没有回，因为他已经明白这样的一次将会是无数次的开始。星号晚上8点，顾之遥刚准备下班，刘凯再次走到他工位旁。我刚刚在电梯口碰到你婆婆，她说要上来找你，看到我就走了。他顿了顿，又低声说，你没事吧？顾之遥苦笑了一下，没事，他可能觉得我不听话。刘凯犹豫了一下，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给他，这是我们公司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报告，里面有你之前提到的本地电商行业分析，我觉得你可能用得上。他接过纸，眼中闪过一丝波澜，他突然想到，或许他并不是孤立无援的，或许他可以掌握主动。刘凯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说我想查一个人，谁？杜远山。那一刻，顾之遥的眼神不再犹豫，眉宇间多了一分锋利。他已经明白，若继续退让，只会让人得寸进尺，与其被逼到墙角，不如主
动出击周五傍晚办公室的落地窗外，城市天际线隐没在橘红色的晚霞中。顾之遥刚结束一个冗长的视频会议，正收拾文件准备下班，手机便跳出一条微信提醒：耗子舅舅来了，家里说想当面感谢你一趟。他本能的皱眉，本想直接回复我今天加班很晚，但指尖停在屏幕上几秒后，他终究还是删掉了。那行字淡淡回复，那我尽量早点回。晚上7点40分，顾之遥拎着手提包回到家，客厅灯光柔和，一股家常菜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杜远山正坐在沙发上，看到是他进门连忙起身，满脸堆笑：之遥啊，你回来了。他今天穿着一件深灰色薄呢大衣，头发梳得整齐，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，脸上神情带着几分疲惫和恭敬。舅舅好。顾之遥换下高跟鞋，语气客气：但书里你还在上班啊，真辛苦。耗子说你最近有个大项目。他坐下后把保温杯往前推了推：这是我特意给你熬的，呵，百合银耳汤，润肺养颜的。听说你最近睡得不好，谢谢您。他没有接过那杯汤，而是在餐桌前坐下，打开了电脑，做出一副还要加班的样子。杜远山看他神情专注，没敢再贸然打扰屋内，一时间只有键盘敲击声。几分钟后，林泽浩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清炒虾仁，说舅舅说今晚请客，特地给你做几道你爱吃的顾系。之遥抬眼看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默默合上了电脑。三人围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有4菜1汤，全是他喜欢的酱烤三文鱼、手撕鸡蒜、蓉生菜，还有一锅鲍鱼乌鸡汤。之遥啊，杜远山夹了一块鸡肉放进他碗里，语气感激：这段时间多亏你了，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舅舅客气了。他淡淡回道：你不知道我那会是真的快活不下去了，债主打电话打到半夜，房东天天催租，我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他说着，眼眶似乎有些泛红。之遥，你是个心地好又有本事的孩子，要不是你，我真的……他话未说完，顾之遥轻轻放下筷子：舅舅，我听说您那边的货仓原本是合伙租的。杜远山微愣，随即点头，对，之前和一个老乡合租的，后来那人跑录了，我一个人扛不住。那你有没有试过分批清库存？我看您店里还有不少订单。这句话一出，杜远山脸色微变，低头咳了一声：哎，说起来都是苦水电商，这行，现在竞争太大了，搞不动了。顾之遥不置可否地喊了一声，转而问我：想了解下您欠款的结构大约多少，来自原材料多少，是运营成本多少，是利息？这一次，杜远山明显语塞，他支吾半晌才笑着说：我一把年纪了，账目都是随手记的，也不太会整这些报表，我可以帮您整理。顾之遥轻声道：毕竟这是我的钱，我希望他用在对的地方。话音落地，客厅的气氛明显一沉。林泽浩赶紧打圆场：之遥，救救他，这段时间太难了，不如你先帮他一笔应急，剩下的我们再慢想办法。杜远山立刻附和：对，我不是贪财的人，只是这次真的没法子了，你要不先给我2万缓一缓，我一定尽快还你。顾之遥低头喝了一口汤，缓说道：舅舅，其实今天我也不是来听苦情戏的，我是想跟您谈得清楚一些。您说。杜远山眼中一亮：我可以借您钱，但必须有借条，必须按月还款，必须写明是资金用途。杜远山神情一变：之遥，你是不是太把我当外人了？我是你舅舅啊，正因为您是我舅舅，我才希望把事做得干净明白。他语气坚定：我不是信不过您，而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善意变成别人肆意索取的工具。杜远山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消失，嘴唇动了几次，却终究没说出反驳的话。这时林泽浩低声劝道：舅舅，之遥做事一向仔细，你照他的来，咱们是一家人，留个字据也好。杜远山勉强笑了笑：好，我回去写好。借条。之遥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舅舅不是那个意思。饭后他收拾东西离开时，一再表示感谢：我这辈子最感激的就是你了，真的。顾之遥笑着送他到门口，目送他背影离去，眼中却无波无澜。关上门的那一刻，他转身走向茶几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录音笔，轻轻按下回放：我不是贪财的人，这次真的没法子了，你要不先给我2万。他面无表情的听着，目光落在一旁尚未喝完的那杯百合银耳汤上，唇边泛起一抹讽刺的笑意。星号，夜深时，他走到阳台，拨通了刘凯的电话：我需要你查一件事。说
杜远山这3年在本市所有注册经营的企业网店电商账号，以及近半年资金流动、租房情况、车辆登记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你是要我需要真相？好，我会尽快给你答复。叶枫拂过他的鬓角灯火，万家尽收眼底。他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周六夜晚，顾之遥加班至8点，项目临近阶段，审核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确认。他揉着肩膀下楼，打算顺路去公司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。初夏的夜风带着一丝闷热，商业街的霓虹灯像流动的彩带在人群中跳跃。街边一家高档西餐厅的玻璃外墙倒映着顾之遥的身影，他正准备转弯，却突然定住了脚步。透过水晶灯下通透的玻璃，他一眼认出靠窗座位上正坐着是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杜远山。他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，领口别着一枚银色袖扣，显得格外精神。他的对面是一位打扮精致、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，笑容明媚，手上戴着一块明显价值不菲的名牌手表。两人谈笑风生，桌上摆着2份牛排红酒和一瓶香槟，气氛热络，丝毫看不出半点山穷水尽的模样。顾之遥站在街角，手里的购物篮逐渐下垂，眼神却越来越冷。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拿出手机悄然拍下几张照片。屏幕上定格的画面是杜远山仰头饮酒，笑意盈盈的样子。而就在几天前，他还在他家中低声哀求，说自己交不起房租，吃不上一口热饭。回到家后，顾之遥将照片传给了刘凯，同时附上一行字：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身份。不到10分钟，刘凯便发来回复，她叫夏美娜，3年前是某直播平台的带货主播，后来因违规封号，最近转行做私人代购。与杜远山有经济往来，他们什么关系？至少不是普通朋友。转账记录显示，他的账户有3笔来自杜远山名下的资金汇入，共计58000。顾之遥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嘴角扬起一抹嘲弄的笑。果然，他没有猜错星号。第二天中午，林泽浩一边炒菜一边随口说：“舅舅，昨天晚上好像挺晚才回他说朋友请吃饭，是吗？”顾之遥语气平淡：“你知道他去了哪儿吗？好像是南城的一个什么西餐厅吧，叫什么露面。”他点点头，心中已有定论。林泽浩继续说：“他还说，要是这次项目顺利，下个月就能翻身，说不定还能重新把店铺做起来。”顾之遥没吭声，只是走进卧室，从衣柜最上层抽出一个密码文件盒。他取出一叠文件，其中包括过去2年他记录的家庭开支清单，还有与律师朋友商议后的借款合同草稿。这些东西他曾以为永远不会用到，但现在他必须为自己做一点准备。傍晚手机再度震动，刘凯发来一条语音信息：“我这边查到一个细节，杜远山名下曾在 B 市购入一套小户型公寓，去年年底成交，总价约58万，付款方式为次姓父亲登记人为本人。此外，他还在本地挂靠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名下，长期租用一辆奥迪 Q5，月租7800。之遥这个人不像你以为的那么绝境。”听到这些，顾之遥久久无语。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他的脸，窗外夜幕沉沉，他却感到一阵冷意从骨子里升起。他想起那晚饭桌上杜远山将银耳汤递给他时那副舅舅的慈爱模样，想起他眼中含泪说我是真的没办法的语气，想起他一边写着借条一边发誓这辈子都会记你恩情的表情，一幕幕此刻看来都成了笑话。当天深夜，顾之遥走进书房，将所有调查资料整理分类。他打印出夏美奈的消费记录、聊天截图、转账凭证，还有那晚西餐厅的监控截图，一切都是整整齐齐装进一个棕色文件袋。桌上灯光柔和，映照着他眼中前所未有的清醒。他坐下，打开电脑，输入了一封邮件：收件人陈律师，标题关于私人债务与家庭压力的法律咨询内容。您好，我是顾之遥，附件为我收集的初步资料，关于一名家庭成员以亲属身份多次索取高额金钱援助，并在未偿还旧账的情况下存在资金隐瞒、资产隐匿行为。我希望了解我作为出借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依法提起诈骗控告，同时若我提出离婚，是否可以依据现有家庭财务
记录主张，部分追偿，期待您的回复。顾之遥点击发送之后，他靠在椅背上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此刻他不再是那个在家庭纷争中退让的妻子，不再是那个对听话媳妇4个字心存幻想的儿媳妇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温柔和妥协换不来尊重，唯有清醒与果敢才能保全自己。他看着桌上的文件袋，目光坚定。切不过刚刚开始，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落在书房的地板上。顾之遥坐在书桌前，双手交叠于膝，思绪如潮水般翻涌。眼前摊开的是前一天夜里整理的有证据夏美娜的资料，杜远山的消费记录，那套在 B 市购入的房产信息，以及他名下租用车辆的登记副本。每一张纸都是他的伪装撕裂的一角。他轻轻合上文件夹，眼神变得深沉。是时候设个局了。中午，顾之遥拨通了杜远山的电话，语气温和：“舅舅，你有空吗？我想把上次说好的钱当面转交，也想请您签个正规借条。”那头顿了一下，随后立刻回道：“当然有空，有空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做梦都感激不尽。那就今天下午2点，咱们在小区旁边的风景茶室见吧。那里说。”安静好，我准时到。挂断电话后，他拿出另一部备用手机，打开录音设备，确保一切准备妥当。随后他发信息给刘凯查事件，准备好取证。刘凯回复得很快，收到，我会在隔壁包间布下隐蔽录音技术员，带来微型摄像笔。顾之遥看着这行字，心中没有一点犹豫。这一次他不再心软。下午2点整，风景茶室的靠窗是包间内，一壶金桂乌龙正在壶中悠悠转着香气。杜远山一身浅色短袖搭配米色裤子，看起来倒是有几分轻松商人的模样。他一进门便笑容满面之遥：“啊，你挑的地方真雅致，舅舅请坐。”他将一份借款合同递过去：“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合同草案，您先看看有异议可以提。”杜远山接过文件，粗略扫了一眼嘴，脚却开始抽动。这个签名盖手印还有月，还计划是不是太正式了？典顾之遥不动声色：“您不是说一定会还呢？咱们就按规矩来，大家都心里踏实。那你准备赚多少？先转5万作为初步支持。”他顿了顿，剩下的是偿还情况再议。杜远山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摸了摸鼻子，低声说：“之遥，你别生我气啊，我也是被逼急了。其实那天说欠20万是有点说中了哦。”他声音轻飘飘的，像是风中的柳絮。“那您实际欠多少呢？10几万吧，有些还是旧账，慢慢也能清。”他掩饰的笑了。笑我就是想找个突破口，重新把生意做起来。只要能再有一轮资金，我肯定翻身。那太好了。顾之遥脸上露出笑意：“我相信您。”就在这时，他掏出准备好的数比舅舅：“那我们把合同签一下吧。”杜远山看着他眼中那抹从容，最终还是妥协的点点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为难。”就在他提笔那一刻，隔壁包间的刘凯按下了摄录按钮。半小时后，茶室外，顾之遥站在台阶上，抬头看了一眼被初夏阳光映得微黄的天空，脑海里却在回荡刚才的每一个细节。他并不是真的打算把这5万白送出去，他要的是一句句字证其罪的录音，是一份份可交给律师的证据，是一步步彻底击溃伪装的台阶。星号傍晚时分，他将录音合同影印件茶室监控截图一整理好，发给刘凯的工作邮箱，并附上一句：“后续还需要追查他用这笔钱的具体去向，尤其是转账给夏美娜的账。”刘凯很快回复：“我已经联络第三方金融调查顾问，他们明天会开始监控资金。”他合上电脑，靠在沙发背上，闭目片刻，却无法掩盖内心的翻涌。星浩夜里，林泽浩回来见他，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，试探地问道：“舅舅说你今天给他5万。”他平静地应声：“你真的打算一直帮他吗？”顾之遥缓缓睁开眼，看着他那双犹豫不决的眼睛，心中泛起阵阵讽刺。“浩子，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时说过什么吗？”记得他低头，你说会一起承担彼此的家人。他淡淡道：“可到现在我发现我在承担，而你在旁观。”林泽浩张了张嘴，却终究没说出口。他站起身：“我可以忍耐1次2次，但我不可能永远替别人买单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信任。”
说完，他转身进了卧室，关上了门，而林泽浩一个人站在客厅中，望着他消失的背影，突然有些茫然。他意识到，那个曾经温和、愿意默默付出的妻子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。他变了，变得冷静决绝，甚至让人难以接近。可他从未想过，逼他改变的正是他自己。夜里11点，顾之遥从抽屉里取出那个文件袋，将是杜远山3个字写在封面上，字体工整有力，像一道醒目的印记。他知道这一局才刚刚拉开帷幕。隔天上午10点，顾之遥刚在公司会议室结束例会，一通来自林母杜秋红的电话便打了进来。之遥啊，妈给你做了点你爱吃的酱牛肉，还煲了乌鸡汤，你中午有空不过来一趟，咱娘俩聊聊。他盯着屏幕上的通话，记录几秒，最终回复好，我中午过去。12点半，顾之遥准时出现在林家，进门便闻到一股浓郁的药膳香气，桌上摆着4菜1汤，热气腾腾，快洗手，饭都热着。那杜秋红笑着迎上前，态度比往日和气不少。顾之遥没有多说什么，默默坐下开始吃饭。之遥啊，上次妈说话确实太冲了，我也反省了，这几天想想确实不该那么逼你。杜秋红一边给他夹菜，一边语气柔软地说。顾之遥勉强一笑，妈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你能这么想，妈高兴。杜秋红叹了口气，建国那孩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这几年也想好好干一番，可惜运气不好，碰上疫情，碰上同行打价格战，一下子就垮了。他说的动情，眼圈都红了。他是我唯一的弟弟，从小跟着我一起长大，我不求他孝顺，只希望他别在人前抬不起头着。我理解。顾之遥轻声应道，妈也知道你工作忙压力大，但你1个月工资那么高，又没有孩子，生活花费其实也不算太多，哪像我们那时候还得养3代人。话锋一转，他语气加重几分，你说你挣得多出点钱，没啥人活着，哪能老盯着公平2个字，咱是一家人，不能计较那么轻。顾之遥的眼神顿时一沉，放下筷子。妈，我没计较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家需要有人牺牲时总是我。杜秋红一愣，你这画房子首付我出，装修我出，林泽浩的车是我买的，家里大到家电，小到锅碗瓢盆，哪个不是我掏钱？现在舅舅欠债了，还得我拿钱。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，我并不怕付出，但我不接受被默认牺牲。杜秋红脸色一僵，抿着嘴没有说话。片刻后拿出一个小信封，这是你舅舅写的借条，你看看。顾之遥接过信封，抽出借条看了一眼，白底黑字，按了指印金额，明确还款周期，也有注明。之遥啊，你愿意帮这个忙，妈真的感激你一辈子。杜秋红语气带着一丝颤抖，要不实在没办法，妈也不会开这个口，咱家这些年过的都靠你撑着。妈不是不记得。顾之遥默默将借条放回信封，我会保留这份借条，毕竟牵涉金额不小，你拿着我没意见。杜秋红点头。不过之遥，我心里还是有个小小的担忧。什么？你和耗子是不是最近有些隔阂？顾之遥眼神微敛，怎么说？他最近常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，也不怎么回我话。我知道你们小两口有矛盾，但妈真心觉得女人太强，有时候男人反而退了她。语气缓慢，像是在语重心长的劝慰，又像是在暗示什么。一个家庭还是需要点柔软。耗子虽然不如你能干，但他心是好的，你别总让他夹在中间，那样他会喘不过气。顾之遥微微眯起眼，声音淡下来，妈，我不强，是现实让我必须强。如果我不工作，不撑起这个家，房子住得起吗？车开得起吗？耗子那点工资连贷款都不够。杜秋红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来，气氛一度沉默。片刻后，他又端起笑脸，你说的没错，是妈太保守了，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，女人有能力当然要顶得起天，不过家还是要靠彼此体谅才走得长远。妈就是担心你们闹太僵，哪天真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，那就可惜了。顾之遥轻轻一笑，眼神却不再温柔。妈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饭后，杜秋红起身去厨房洗碗，顾之遥站在客厅，目光扫过那面挂了多年的全家福照片。林泽浩笑得温和，他站在一旁，眼角带笑，可如今再看那张照片，他只觉得陌生。他轻轻掏出手机，点开录音功能，低声自语。他承认，我撑起了这个家，也默认我该继续承担，但他没有说谢谢，也没有问我愿不愿意晚上回到家。林泽浩坐在
沙发上看电视，妈说你中午去了，他问他情绪还行吧，挺好，还给我借条。他扬了扬信封，林泽浩松了口气，那就好，我真怕他又说些难听话，你怕他说难听？哭。话却从不怕我听难听话，他冷冷一笑。林泽浩一震，没敢接话。浩子，我问你，他坐在他对面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，只是你做得太绝了。望我怎样温和一点，退让一点，让你妈舒服一点，还是让我闭嘴把钱掏了算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可你从不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，你妈质疑我，你舅舅骗。是你沉默，最后全靠我自己收拾残局。他目光坚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做无条件的付出者。林泽浩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低下了头，夜深顾之遥躺在床上，开手机阅读那封律师回信。顾女士您好，根据您提供的资料，若杜某长期以亲属关系获取巨额款项，且隐瞒财产与资金流向，构成恶意欺诈，您可依法追究其民事与刑事责任，同时离婚时可列举为主要经济压力依据，申请财产倾斜分割。他将邮件存档，关闭手机，合上双眼，黑暗中他终于不再是那个沉默忍让的女人。他以为战斗，准备好盔甲。周日下午，天气阴郁，空气中隐约有雷雨将至的潮湿感。顾之遥一早就接到了林泽浩的电话，舅舅来了，说要当面，感谢你说，还带了点家乡的腊肉和黄花菜。他拿着手机站在阳台，看着乌云翻滚的天边，语气平静。好，我一会儿回来。他换上一身家居便装，素面朝天踩着一双白色帆布鞋，进了林家门客厅里。杜远山已经坐在沙发上，身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。看到他进来，立刻笑得满脸褶子。之遥啊，你这几天心苦了，我今天过来不为别的，就是说一句谢谢，客气了。顾之遥点头，在一旁坐下。这袋里是我老家的腊肉、黄花菜，还有几只土鸡蛋，都是我妈那边托人从乡下捎来的。他说着将袋子推向他，你上班忙，平常没时间买这些东西，就当是舅舅的一点心意。他没有动那袋东西，反问您最近情况还好吗？好多了。借着你这笔钱，我把一部分货清了，仓库那边也暂时稳住了。他说着，脸上露出一点神采。只要这一波能撑过去，下个月我就能转正盈余，那就好。顾之遥微微一笑，我这边也一直在关注您店铺的运营情况，最近订单数比前段时间确实增长了一些。杜远山眼底闪过一丝警觉，你关注我店，我对自己的投资负责。是。淡淡到投资二字一出，气氛略显凝重。杜远山搓了搓手，之遥啊，我知道你心细，也不是贪便宜的人，我能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多手续合同，甚至你朋友还来帮你录音。顾之遥心头一动，表面不动声色。您什么意思？我又不是傻子，那天茶室隔壁的客人那么巧，也太安静了吧。杜远山笑了笑，但你放心，我没借。你做的对，谨慎点好。他顿了顿，忽而语气低下几分，只是有件事我得提醒你说，你对我查得这么细，万一哪天你妈知道你对亲戚都设防，她会怎么想？我妈不会怪我，她只会怪我曾经太善良。顾之遥毫不犹豫地说。杜远山脸上笑意微僵，你不信我舅舅信任，是你一次一次撒谎中磨没的。他看着他，眼神间定，但我不是来翻旧账的，今天我有个更重要的事想确认。什么事？您最近有没有以我会帮你还钱为由向其他亲戚借过钱？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中，整个客厅顿时安静下来。杜远山脸色一变，随后苦笑着摇头。之遥，你怎么会听到这种话？有人来问我，既然我每月给你25000，你怎么还找他们借？钱。他顿了顿，我只能说我很意外，我那是临时周转，说好了很快还的。杜远山慌忙解释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拖你下水。可他们听你的口气，以为我是自愿帮你，还全额债务，甚至觉得我很大方不差钱。他缓缓说着，手里打开一份复印件，这是李姨上周转账给您的凭证，备注写着之遥会替你还。杜远山的脸色从红润变得煞白。舅舅，我最后再问一遍，我和你之间这份帮助究竟是谁扩散出去的？他张了张嘴，半晌说不出话。这时一道尖细的女声从厨房传来，杜秋红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刀在切芹菜，语气却带着怒意。建国，你居然拿之遥的名字到处借钱。杜远山吓了一跳，姐不是我是想还上了。
就不说的结果他们逼得紧我才，你知不知道这样让我们林家在外头成了什么样子？杜秋红气得满脸通红，邻居都在背后说我儿媳妇是提款机，你让我以后怎么抬头姐我错了，我真不是有心的。他赶紧站起来，我这就去还，还一分不少。还杜秋红将菜刀重重拍在案板上，现在才知道错早干什么去了。之遥站起来走向门口，舅舅，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我必须再立一份正式说明书，声明我和你之间的借款是私下行为，与你在外的其他借贷无关，这不行。杜远山一听就慌了，那人家肯定来催我啊，他们现在是看你撑腰财，我不可能为你承担他。语气冰冷，这不是撑腰，是被你拖下水。说完他看向杜秋红，妈，这件事若不解决，我会选择报警。杜秋红的脸色变幻不定，最终叹了一声，你想怎么办？第一，我要所有亲戚那边收到一封我的亲自声明。第二，建国必须签署一份自我责任书，注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使用我名义借贷。第三，从下个月起我停止继续转账。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出门，留下屋里两人面面相觑。晚上10点，顾之遥坐在书房中整理刚刚打印好的声明文件。他知道这只是第一层假面被撕开，后面还有更多的虚伪等待揭露，但至少他不再沉默。他打开手机给刘凯发了一条语音，接下来我们需要查一件更隐秘的事，我怀疑他最近在以我的名义对外包养一个人。刘凯很快回了电话，你是说夏美呢？是我不怕他说谎，我怕他以我之名继续伤害其他人，明白我会盯紧账户动态。挂断电话后，他打开窗户，一阵夜风拂来，带着未下的雨味。他站在窗前望着漆黑夜色中远方灯火，一字一句的低语，这个家若不能容下我平等的存在，那我也不会再温顺的留下。周一清晨，天刚泛起鱼肚白，顾之遥倚坐在书桌前，手边摊着的是刚刚打印出的资金流向初步分析，这是刘凯连夜整理出的最新报告，里面标注着几个显眼的红字账户，几条异常的转账路径，以及2笔金额可疑的跨区消费记录。他一页页翻阅，目光越看越冷。第一笔，2周前一家名为上月美业的高端美容会所，消费金额3680元。第二笔，5天前南湖湾私家会馆晚餐2人套餐及包间服务，消费金额1890元。第三笔，上周六晚酒店预订湖景大床房，1晚登记，姓名为XMN，他指尖停在这儿。3个英文字母上嘴角泛起冷笑。夏美呢，不出所料，他继续往下看，是一份账户资料比对。杜远山自收到他转账后的3天内，便陆续将这笔周转资金分批转出，其中4000元经由中间账户汇入了一名叫盛小冉的个人银行户头，备注栏生活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拨通了刘凯的电话，有进展了，有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女人电话那头的刘凯语气低沉，夏美娜是主要对象，我们跟了她好几天，她基本每周2次与杜远山见面，其中一次在城西一家私人俱乐部，出入时间明显重叠。另外一个叫盛小冉，大概25岁，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编辑，和杜远山相识于线上文玩社群，最近租住在他名下那套小公寓里。你确定有实地照片、门禁记录还有视频片段？顾之遥没有立刻说话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刘凯又问，你要这些资料做什么？真的准备起诉？还不到时候，他亲身打我要他们亲口承认，当天下午林泽浩来公司楼下接他妈，想请我们周3晚上回家吃饭，说是家族聚会，舅舅几个亲戚都来，说要热热闹闹聚一次。现在热闹了。他讥讽地笑了笑，早干嘛去了？他说想缓和一下你和舅舅的关系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需要缓和的吗？林泽浩无言以对，顾之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忽而问，你知道你舅舅在外面包养女人吗？林泽浩猛地一惊，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掌握证据，他不仅撒谎借钱，还用这些钱招摇撞骗，甚至牵涉可能的情感诈骗之谣。这重视你从哪儿听来的？不是听来的，是我查的。他打开手机展示几张照片，夏美娜从高档俱乐部下车，与杜远山一起走进酒店，盛小冉背着名牌包进出
远山的公寓，林泽浩看得脸色苍白，额角的青筋隐隐跳动。你觉得我还能忍吗？他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低声辩解。可他是我舅舅，从小带我，像我半个爹。他像你半个爹，我呢？你妻子被他拿来当人情招牌，对外说我愿意替他还债。你有没有想过我承受了什么？顾之遥眼里闪过一抹疲惫与冰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已选边站，但我不会再等你。他转身离开，步伐平稳。林泽浩正在原地，脸色一寸寸苍白下来。晚上11点，顾之遥在书房中将所有资料统一汇总，酒店登记、照片转账记录、第三人账户路径、舅舅与女方互动对话截图、视频监控，他把他们一一归档，贴上封条，封面标题：杜远山民间借贷与资金欺诈证据包揭。说他拨通了夏美娜的电话，为谁？我是顾之遥，杜远山的侄媳妇。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随后传来一声带着试探的语气：你找我是为了他，我想约你见一面。只有你，我不涉及其他人。你想干嘛？说清楚，你是被利用还是合谋？你威胁我，你可以拒绝，但我下周一会把资料送往你公司人事部。你是临聘员工，我相信他们对公关风险非常敏感。对方明显气息一紧，沉默良久。明天下午3点，南城书局后街那家咖啡店。好，第二天下午3点，整顾之遥准时出现在南城书局后的北苑咖啡。夏美娜一身简单长裙，戴着墨镜，但依旧无法掩盖疲态。你想说什么？顾之遥把一份文件夹推到他面前，这是你过去3个月与杜远山的资金来往记录、通话录音共同出现的监控截图，你可以看看。夏美娜翻了几页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你要拿这个告我？我不是来找你吵架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也不过是他的投资项目之一。他不是说他离婚了，前妻抢了财产，现在在翻身期，他连婚都没离。顾之遥平静地说，我就是他侄媳。夏美娜一时说不出话，嘴唇轻颤，眼底浮起一层羞怒。他说，我是他人生最后的寄托。顾之遥收起文件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但我要你知道，你不是唯一一个被骗的人。他在养第二个，你那个女生叫盛小冉，今年25岁。你如果不想被拖进更深的泥潭，最好主动抽身，否则我不会替你隐瞒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，留下一句，祝你清醒的是。晚顾之遥回到家，给律师发出最终确认函，我准备提交正式申诉，关于恶意借贷、欺诈与侵犯声誉行为，请安排下周协助配合。材料此时此刻他终于不在，是那个需要谁许可才能发生的女人。她已经走到了棋局主位。清晨6点，顾之遥醒得比平常早，窗外细雨连绵，雨滴敲打着窗台，像是在为他内心即将掀起的风暴做前奏。他披了件家居外套，走进厨房，习惯性地煮了一杯黑咖啡。展饮间，他翻出日历本，在本周3那一页画了个红圈，旁边写下几个字：林家。聚餐见证与清算。他深知要击溃一个家族的虚伪表象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位旁观者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。而这次他不会再独自承受。上午10点，顾之遥联系了律师陈杰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好全部材料，包括借款合同、资金流转、伪造用途说明、第三人资金支配证据，我们可以启动恶意欺诈申诉流程。电话那头沉着回应，你想现在立案部？我要等到周3晚上的家庭聚餐之后，我要他们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不是那个能被推来挡灾的女人。你确定在家里处理这件事？这会比较激烈，我需要那个震撼午后。顾之遥前往大型文印店，将所有关键材料装订成侧封面，赫然印着一行加粗字体：顾之遥私人资产被侵害申诉证据汇总。他共准备了5份，一份给杜秋红，一份给林泽浩，一份给杜远山，一份备份交给律师，还有一份放在自己手中作为发言底稿。每一份都夹有彩打图片、转账证据、通话记录、截图、消费清单以及他那封声明信。我不是慈善机构，更不是你们的提款机。傍晚他返回家中，坐在沙发上翻阅资料，耳边传来微信提示音，打开是林泽浩发来的，妈说他订好了菜馆，周3晚上6点半，人都到齐，包括你最讨厌的表姑妈。他冷笑一声，回了一句正好。
我准备的礼物就等这一桌。周二下午，顾之遥特地请假半天，回到母亲高慧君家中，母女俩坐在阳台，一边喝茶一边谈心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高慧君皱眉。你这可不是简单撕破脸，是彻底断根吗？你不是一直教我做人要善良要大气，但我想问一句，善良就该任人宰割，大气是不是就得一再原谅？高慧君没说。画纸轻轻拍了拍他的手，我知道你不是懒我，只是不放心我。顾之遥微笑，但放心吧，这次我不会情绪失控，也不会歇斯底里，我只是要他们知道我能承受，也能反击。之遥，你变了。高慧君望着女儿的眼睛，你不再是那个凡事忍气吞声的小女孩了。妈，我还是我，只是我终于知道，原来锋利也是一种温柔。两人相视而笑，眼中皆是波澜不惊。后的清明，当晚11点，顾之遥坐在电脑前，打开一个 PPT 文档，他开始制作一份特别的展示，每一页都是事实，每一页都是控诉，每一页都将成为他重塑自我边界的铁证。第一页，你们觉得我太计较，可这3年我拿出了147万元。第二页，你们说都是一家人，可你们从未问我愿不愿意。第3页，你们把我当儿媳，却更像当成了一个多功能银行账户。第4页至第10页是具体消费时间轴、重复借款循环结构以及杜远山外界女人的来往图片。最后一页，今晚我不是来哭诉的，今晚我是来让你们知道，从今以后我是谁，我不再是谁的工具。周3傍晚，顾之遥穿上一套剪裁落的黑色连衣裙外罩，一件米白色西装，精致却不锋芒外露。他将资料包放入手提袋，带上随身录音笔，确认录音功能，开启手机电量，满格镜前，最后看谁自己一眼。他轻声自语，你不是要吵架，你是要重塑规则。18点30分，整林家人齐聚在金燕楼3楼包厢内圆桌上，已摆好冷菜拼盘。杜秋红笑容满面，给大家夹菜，来，今天大家可要高高兴兴的吃一顿建国。这段时间也受了不少苦，好不容易缓过劲了，咱一家人不计前嫌。杜远山一脸谦恭，多亏之遥，要不是他，我怕早就跑路了。几位亲戚连连附和，是啊，这小媳妇儿实在太懂事，你们家耗子娶到她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顾之遥坐在林泽浩右侧，始终微笑不语，等所有人都吃了几口，才缓缓拿起包，抽出5份文件资料，一份份的发到每个人面前。我也准备了一点饭前小礼。杜秋红皱眉，你这是说什么？顾之遥站起身，缓缓环视全场，眼神沉稳有力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请大家看看我这个儿媳妇在这3年里到底懂事到什么程度。他按下遥控器投出第1页147万3年家庭支出分布图。接下来每一页伴随文字与图片，讲述气氛从轻松渐渐凝固，当出现资金外泄至非直系亲属账户。一页时有亲戚已开始低语，当借款备注以我名义为标题出现时，杜秋红脸色已彻底沉下。当照片切到夏美娜与杜远山进入酒店那一帧，全场死寂，空气中仿佛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，而顾之遥此刻站得笔直从容不迫。他放下遥控器，看着众人，今晚我不是来求你们原谅谁，也不是来祈求谁理解我，我来是告诉你们，你们以为我沉默是默认，你们以为我退让是软弱，但今天我要为这3年的愚蠢沉默和纵容画上一个句号。说完，他缓缓坐下，端起一杯温水喝了一口，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怨，只剩一个清醒而不可动摇的顾之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杜秋红终于打破沉默，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，你今天说把家里人都叫来是来羞辱我们的吗？顾之遥没有立即回答，他从容地翻开自己那份资料，语气不急不缓。妈，我从来不想羞辱谁，但有人做了羞辱我的事，为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承担？你胡说八道！杜远山猛地站起，拍桌而起，你拿我和小娜的照片来污蔑我，那是我在谈合作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谈合作？顾之遥微微一笑，抬手点击遥控器切换下一张 PPT， 屏幕上赫然是杜远山与夏美娜坐在酒店套房阳台吸烟的照片合作，需要在深夜11点订总统套房还付的带按摩服务你偷拍我。杜远山指着他，脸色涨红，你违法，我没有。顾之遥冷静地拿出手机，你在公共区域活动，我只是正当记录并且与你有关的财务
位阶通过合法方式收集你，要是觉得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警局。杜远山顿时语塞，脸色发白。林泽浩终于按耐不住之遥，今天是家里人吃饭的日子。你这样闹不合适。顾之遥扭头看向他，第一次露出一抹冷笑。林泽浩，这就是你最后能说出口的话？我舅舅撒谎借钱，在外面养女人，还用我的名义四处借债，你全程沉默。现在我揭开真相，你说我闹，那你告诉我合适是什么？继续被欺负，被当作提款机，被当作挡箭牌。我不是不在意。他拍桌站起，终于激动了。是，我只是太为难了，为难他。猛地提高音量，眼圈泛红。你有为我为难过一次吗？每一次他们拿我当负担，当牺牲，你在干嘛？你只会说忍一忍吧，都是家人，可我不是你们的提款机，也不是你妈的工具，更不是你舅舅的傀儡。他一字一句，声音不高，却穿透力极强。杜秋红见状，终于站起来，够了之遥，再怎么说你也是这个家的儿媳妇，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，你让我们林家丢尽了脸。顾之遥轻轻转身，注视着婆婆嘛。这些年我尊敬您，照顾您，包容您，我出钱装修房子还贷买车，过年过节送礼，我做的不够多吗？但您什么时候真心为我说过一句公道话？建国用我名义骗亲戚，您包庇耗子不作为，您说他夹在中间很难，我受了委屈。您说女人要顾全大局，那我问一句，这个大局什么时候也考虑过？我全场鸦雀无声，亲戚们不再出声，只是一个个表情微妙，有人尴尬低头，有人偷偷拉起手机开始录音。杜秋红气得发抖，你要做什么？要离婚吗？要让我们家名声扫地？顾之遥看向他，忽而一笑，妈您误会了，我不是今天才想离婚，我是在3个月前就准备好了。他从包中抽出一份公证书和协议文件，这是我委托律师起草的离婚协议书，还有财产明细。过往3年账单，房子在我名下，车由耗子使用，但我有全额付款记录，生活费我支出74%，婚后总负担147万元。耗子不愿签，我也不会再强求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们夫妻名存实亡。林泽浩脸色铁青，站在原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杜秋红脸色大变，扑过来，一把抢过文件，翻看几页后，双手颤抖。你真要毁了这个家？顾之遥轻轻抽回文件，淡然道：妈，这个家不是我毁的，是你们合起来逼我，退无可退。他环视全场，将最后一份文件摊开在桌面，那是一张债权声明，上面清楚写是着债务人杜远山，担保人无借款金额5万元，用途虚假运营成本赠与。第三人状态不还款，将移交司法处理。他盖章按下指印，然后看向众人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你们还有人觉得我是过分，那你们尽可以站出来为他担保。无人应答。杜远山颓然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涣散。杜秋红则捂着胸口，气喘吁吁地说：不出话。林泽浩呆若木鸡，唇齿哆嗦，而顾之遥只静静站在灯光下，身姿挺拔，眼神澄明。他拾起资料遥控器与手机，将录音键关闭，然后淡淡的说了一句：今晚我说完了，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是你们的选择，我已经选择了我自己。说完，他拎起手袋走向门口，没有人叫住他，也没有人赶门，咔嗒一声轻响隔绝。是了包厢内所有的目光和噪音，而这一刻，顾之遥终于完成了属于他的重生。离开经验楼时，天色早已暗沉，城市的街灯像被雾气吞噬的烛火，在马路尽头摇晃着微光。顾之遥没有叫车，而是独自顺着沿江的步道缓缓前行，皮鞋踩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，仿佛是他心脏跳动的回声。一阵风吹过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，像是某种洗涤洗去他这3年来隐忍与屈辱的外壳。他没有哭，没有怨，只是走向，是从一场浓雾中缓缓穿出，终于能看清前方那条属于自己的路。第二天一早，朋友圈被匿名账号发布的一段短视频刷屏了。井号林家家宴翻车，井号妻子当场控诉3年支出147万，丈夫沉默，舅舅诈谁骗全家晋升。那段视频被清晰剪辑成3分钟，背景音平稳，字幕完整。其中顾之遥站立发言，展示账单，揭露舅舅丑行的每一个片段都如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打在屏幕前观众的脸上，评论区瞬间爆炸，太解气了，姐妹太庆幸，她不是硬，她是终于不再被逼软嫁给这种家庭，真的是倒了8辈子霉，希望她过得越来越好，真正为自己活一次。还有人特意去搜索了他工作单位留言，祝他事业顺利，并为他的理性表达鼓掌固之。姚刷完这一切，只是淡淡一笑，他知道不是谁都能理解他的选择，但他不需要理解，他只要自己不再否定自己。周三上午，他正式提交了离婚协议至民政局，并留下了律师代理授权律师陈杰，说他们若仍不签，我们可走司法程序，到时以经济主导、名誉维护为重点，主张胜诉率极高。顾之遥点点头，谢谢陈姐。这件事结束后，我想搬离林家所在的那片区。那你接下来有计划吗？他望着窗外初夏的阳光，忽而一笑，重新生活。同日下午，他回到公司，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个暖心便签。致遥解释说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同事都在你这边，我们部门女同事请你喝下午茶，记得准时哦。项目2组敬上他，鼻头一酸却没有哭。会议室里，几位平时点头之交的同事围在一起，递来手工蛋糕与鲜花。刘凯带头举杯，为了最值得敬佩的之遥重启人生。第一杯，他举起茶杯微笑，致意敬过去不再重演的生活。晚上高慧君在厨房熬汤，边熬边念叨，搬回来也行，我屋里给你腾出一间，咱娘俩住着也热闹。妈，我不是逃，是要重来。顾之遥端着汤望着母亲鬓角的白发，轻声说，你总是怕我一个人撑不住，其实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坚强。高慧君抬头，眼神温柔，什么时候不是？我当上主管那天，不是我第一个项目签下100万合约，是那天，是我走出经验楼的那天，我把所有的恐惧、软弱、依赖全都放下了。母女对视，泪光闪烁，却不再哽咽。夜里10点，顾之遥打开电脑，收到一封意料之外的邮件，发件人署名林泽浩。之遥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封信你可能不会打开，也不想原谅，但我必须写点什么。我不是不知道你有多累，只是我懦弱，你知道吗？你站起来反击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你比我所有亲戚都要强大得多。我想说一句，谢谢你为我母亲撑起的那3年，对不起，我配不上你。林泽浩。顾之遥望着屏幕，沉默许久，最终按下了归档。他并不恨，他只是再也不会回头了。他关掉电脑，走向阳台，夜风扑面而来，吹动他鬓边发丝。远处的城市灯火阑珊，仿佛是整个世界都在对他说，你自由了。这一夜他睡得很沉，没有梦。这是3年来第一次没有在半夜惊醒，没有在梦里挣扎，没有对婚姻这个词感到恐惧。他只是平静的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躺在自己的床上。而明天他将以一个全新的身份走向新的人生。1个月后，顾之遥彻底搬离了与林泽浩共同生活的公寓。那是一间他全额出资购买、装修与布置的3居室，每一寸地板、每一张家具、每一个挂画都是他亲手挑选。但如今他只带走了几件换洗衣物和一幅画。那服务层挂在卧室墙上的水墨山水画，他搬到了城北一间带阳台的 loft 小公寓，空间不大，却极为通透落地。窗外是一片青绿的银杏林，每个清晨阳光洒入屋内，空气中仿佛带着松香。之遥姐，你终于搬家了。刘凯提着水果和电磁炉站在门口，是啊，该离开的地方晚走也是种心算。他搬着纸箱进屋，刘凯走道，阳台这里真不错，安静又阳光好。我每天晒太阳、看树、看天，然后觉得自己还活着。那天下午他没有匆匆离开，而是陪他喝茶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神不再锐利，而是淡然明亮。你知道吗？大学时很多男生喜欢你，真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你总冷着脸，但我一直挺羡慕你有目标不依附。可我最后还是依附了3年。他轻问，你现在单身吗？他坦然，前女友觉得我不够浪漫，我觉得你很温暖，我可不是让人动心的类型。那也好心动，太耗精力。他迅速适应独居生活，早起晨跑上班，写日记。我不再是妻子，也不是媳妇，只是完整的自己。他加入女性管理者互助联盟，担任讲者，讲座座无虚席。一位女职员红着眼说，不是哈，每个家庭都值得你牺牲，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住。1周后，他与刘凯再次相遇于联合项目，他轻声祝贺，你又生了，我们又并肩作战了。他微笑。当晚他提议
庆祝要不要喝一杯？你不是戒酒了吗？所以我喝茶。你请两人并肩走在街头，落日洒在地面，光影交错。回家后他写下生活不曾亏欠我，只是我终于不在。亏欠自己。某个周五傍晚，他接到一通陌生电话，是林泽浩，我想见你一面。5分钟半小时后，老咖啡馆里，他递上一封已签的离婚协议，你早该这样做。我怕失去一切，而我失去的是3年时间、自尊和对婚姻的信任。你现在还会想我们重新开始吗？有过，但那一刻已经过去。雨中离开他，撑伞走过街头，然明白有些人必须离开，不是因为恨，而是爱已无处生长。他买了一束向日葵送人吗？送给我自己。夜晚，他看着离婚协议，写下我终于为自己签下了字。日记中记下今日与旧人归，告别无声，向日而生者不再为昨日落泪。刘凯发来多肉照片，新生命，哪天一起种花？他回，生命也是这样，一边失去一边重建。清晨，他写下第100天，离婚后的第100天，他不再刻意记录成就，只是每天醒来更轻盈一点。路过那家老咖啡馆，店主问今天还是美式换拿铁？今天天气特别好。同事在茶水间议论他像重启了人生，连气质都变了。他去郊区女性论坛讲座，只带一本旧账本和一张照片，3年前疲惫不堪的自己。不是每份努力都会被看见，不是每次忍让都有意义。我选择为自己出声，离开没有尊重的关系。台下掌声。雷动晚上，他收到刘凯的信息，我种的多肉开花了。他笑着回复，就像我们看似沉默，其实生命力很强。刘凯邀他周末喝茶，他答应我带你去看我的向日葵，它们长得特别好。夜里，他望着窗外月光，想起大学笔记上的一句诗，我不是为谁而来，我是为自己生长。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自由是与自己和平相处，无需讨好，无需解释，坦然生活。日记最后一页，他写下山高路远，若有花开愿我不惊不扰，若有风来愿我披发缓行，稳如山川，无需证明，只需一生坦然。他合上本子封，拂过书页，尘世依旧流动，而他已能无惧前行，无需谁同行，也已不再孤单。